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今天陪伴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大家好，我是单口演员李波，我就是直话直说，所有解不开的结儿，咱们一刀给它解开。Hello， 大家好，我是冉高明，不绕弯子，不打太极，咱们直面感情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大家好，我是胡胜之，我会从关系心理学的角度来拆解亲密关系中间的底层逻辑和心理需求，帮大家读懂自己，读懂彼此。大家好，我是春蕾。生活无处不经济，爱情无处不算计，一定要保卫你的爱情产值。欢迎我们所有观察团的老师们。那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他会结合情感大数据的分析，帮大家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解读每一段关系，每一段感情。我们一起有请艾小宝。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再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啊！有一个问题，在异地恋当中，两个人都能相守，可是为什么走到一起之后却面临要分手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第一组情感嘉宾。我们在一起8年了，我不想就这么散了。从高中到现在，他是我的青春，我很舍不得他。我觉得我很累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从原来的无话不谈到现在的无话可谈。他看不起我的工作，而且还背着我偷偷去相亲，我觉得这就是背叛。我觉得我们是错位的生活，根本就不同频，完全回不到过去。我想跟他回到从前，我愿意做出改变，我不想跟他分手。我不知道来了能改变什么，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吧，真的不要再折磨对方了。这8年的校园初恋情人到底是否能走到最后呢？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尹先生26岁，银行客户经理。梁女士26岁，自媒体主播。欢迎你们2位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来这个节目就是想挽留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因为我们从高中到现在其实已经有8年的感情了。他是我的青春，我们中间大学的时候是4年异地恋，就在这个时期我们也熬过去了，但是后来中途也分了手。后来我们在北京相遇是因为同学聚会，又重新在一起了，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了，从以前的无话不说到现在无话可说，甚至他现在要跟我分手。因为我真的感觉很累，我很接受不了他的一些工作内容。因为我毕了业之后就不想再做朝9晚5的工作了，就一边兼职做机构的舞蹈助教，然后一边在网络上直播。直播的内容呢就是唱歌跳舞之类的这些，但是他就是完全不能接受，每次我一直播就甩脸色。我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啊，每天我下班回来之后要看到他去维护一帮陌生的男人，还要用一些比较亲昵的话语跟他们称呼，我怕他一步一步的就是踩掉自己的底线嘛。他在哪些事儿上让你觉得他的底线在逐渐的降低？下播之后还要跟人家一起去打游戏，偶尔还要打语音之类的，这个是我最接受不了的。哪有主播线下不跟粉丝做维护呢？其实这些维护有男生有女生，而且我觉得就叫这些宝宝呀什么的，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这就是一个网络热梗嘛。我有看过手机上他们的一些聊天内容吧，比如宝贝儿啊什么之类的，我感觉我们2个之间都没有这些亲昵的称呼。
我其实还是有边界的，而且我也不营造单身人设。你的直播间的所有的男性观众，无论年长年幼，他们都是知道你是有伴侣的。对，他们知道我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他知道你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为什么还要约你出去呢？是呀，就是他会觉得把我当成小妹妹啊，觉得就是可以一起出去玩啊之类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赴约过一次。如果他只是在公共区域直播，他没有加任何的微信联系方式，这个工作你接受吗？没有办法接受。我对直播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难接受，我是接受不了他去抛头露面的。哦，你有做过什么过激的行为吗？他拔过我网线，就是当我在跟别人打 PK 的时候，可能是有点吵吧，他直接把我的网线拔了。我为什么拔网线呢？我上了1周的班就很累，然后回家那天是周末，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就是凌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直播了，就声音非常大，跟别人打游戏啊什么的。然后我跟提醒他很多次，我说能不能小一点声，没有用。那我就很生气，我就把他路由器给拔了。然后他过来就是直接把我弄醒了，他就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是流量最好的时候，直播间在线人数能上千。他然后说一句话我特生气，说那个一天能赚我1个月的。那姑娘，你有考虑过解决这件事儿吗？我是有考虑到的，而且我也跟他沟通过，如果要是你真的不喜欢我这份工作，那我就去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其实我毕了业之后就从事了主播这个行业，我在除了主播之外是没有任何的职业经验，我投简历公司也不愿意要我，然后又重新做回了主播。我跟你说了，你不用着急，可以先不找。我的工资咱们两个先花嘛。你们2个人除了工作上的分歧，还有其他理解不了对方的地方吗？有一个事儿我特别生气，就是当时我跟他哥们儿一起去吃饭，然后他哥们儿在饭局上就说你女朋友每天在直播间叫别人宝宝之类的，你不吃醋吗？然后我当时就是回怼他一句，我说那要是你老婆跟叫别人宝宝，是不是你们也得离婚啊？我以为他会向着我说话，结果他让我闭嘴，就是当着他面凶我。后边我也说那个人了，我就说你这么说话特别不对，然后为此我就直接跟他断交了。你当下的那个时间段，你是没有做任何的保护行为，只是说让你女朋友闭嘴，是吧？我当时不是很理智，其实当下应该尽力去维护她。对呀，他打的不是女朋友的脸，是你俩的脸。他对你的朋友有意见，那你对他的朋友呢？也有意见。其实我的朋友呢，就是收入比较高嘛，然后他正好是在银行工作，我就想着我的朋友就是一起见面聊一聊，然后给他开单之类的。结果我们聊天，他就是一句话不说板个脸，后来就中途说什么他有事儿要先走了，把我一人晾那儿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朋友解释。你的好意我也能心领，但是你们吃饭的时候聊的那些内容，就是我比较接受不了的，动不动就是什么，比如名牌啊、粉丝转化率，包括什么流量之类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跟他们待了时间长，你的价值观会受到摧残。你觉得你的女朋友跟他们在一起也会变成那个样子？算是相信他吧，但是我自己又很焦虑。那咱就回到你们2个人个人的生活上，就你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矛盾吗？抛开所有刚才的工作啊、朋友啊。我觉得连矛盾都称不上了，我俩简直就是没话说。他把他最好的一面全部展现给直播间，我把我最好的一面给客户，就是我们2个平时时间上都是不对等的。原来无话不谈，现在无话可谈吧。那生活习惯上呢？我觉得特懒，就是我跟他以前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家务他不会让我做，然后做饭也不会做。现在就是他每天喝得醉醺醺回来，我得照顾他，然后他还赖我，就是每天不做家务，觉得我懒。但其实你的变化也太大了。原来就是比较持家的一个人吧，然后自从干了那个直播就昼夜颠倒，老点外卖也不收拾。还有一个就是我早上要早起去上班，然后他已经休息了，那个时候我又不敢打扰到他，我只能把一些东西写在便签上吧，然后贴在冰箱上面。就是我们俩现在用这些交流。我给他写的就是卫生间纸巾用完了，然后我已经买了然后比如说我说我晚上回来晚，记得给我留灯之类的那种话。那有没有他给你写的？因为听起来这些便利贴有。祝我开单，然后准备了一个惊喜，等我回来。其实在我看来，这是表达爱的方式啊。但我是一个需求非常高的人，我对这种情况我比较不满足吧。就我都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了，就是一个人看电影啊，一个人做饭什么的，就是一个人干很多事情。因为他很多时候我们2个都对不上嘛，就是他要忙他的，我也要忙我的，很多时候。理解，对。但是我不接受，你觉得我们像室友？那为什么又闹到了说就必须要分手这个地步？他背着我去相亲了啊！就是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要回家3天，我想着有什么事儿呢？我就特别好奇，我就问他妈，他妈就说你跟他感情
也不能达成一致，然后未来规划也不一样，他就给他找了一个家境条件比较好的，然后事业单位的女孩，结果他就去相亲了。就我知道这事儿之后，特别绝望。我觉得我妈说的话挺有道理的，她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既然已经都尝试为对方做出改变了，也都尽力了，但是最后还是不行，我感觉就是完全不合适吧。就太累了，实在还是。哎，我问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是租房吧？是的。房租是谁在出？我在出。多少钱？4000多块钱。占你工资的多少？平均下来将近1/3多吧。你们日常生活谁买单？我出大头，然后他也会出。对，我一般就是支付家里的这些洗漱用品啊这些，然后他就是饭啊、外卖啊，然后房租之类的。2个职场小白，初入职场1年，还在应对社会，还在适应社会，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啥，就想把自己的舒服在自己家里面要当家做主，什么都得称心如意，哪儿那么简单啊？你们其实就1年的生活，换句话而言，是不是你们这辈子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谈了4年的异地恋？你们现在输不起这件事儿。对，他俩感情最大的本儿就是时间成本。对。可是姑娘，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不分手的话啊，男生就算同意了，你们2个人还能回到从前吗？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把我的直播账号注销了，已经。就是我打算不做主播这个行业，就是我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嘛，就比如说文职类的、文员这些门槛比较低的工作。你就已经放弃自己直播了，现在已经付诸实际行动了。对。刚才女孩说到注销账号的时候，男孩非常惊讶的眼神，你是不知道吗？不知道是吗？我这还真不知道。你一直没告诉过他呀？没有，上节目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了，然后就注销掉了。那你可以面对着他，郑重的告诉他一下你的这个决定以及你心里的想法。我跟你在一起已经8年了，然后我真的很舍不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也愿意做出改变。所以我把账号注销了，我会找一个工作，我还是想跟你继续在一起，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小哥，当女生告诉你说注销了账号，你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体会啊？首先肯定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们2个是这么长时间来，我对他还是有挺深厚的感情的。这个开心是因为他为你做出了一些变化改变，还是说就是现实的和感性的都有吧。现实生活中至少我觉得我们2个也不会因为这个感情观和价值观都走向相反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能为我做出这么大的改变，我确实很感动。你有没有觉得你忽然之间在他心里边变得无比重要？有。8年的感情到底值得保卫吗？我们来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我觉得值得保卫。我真的是站在女生的这个角度啊，她的成本已经开始变得无限大了。而这个男孩，我没有觉得说他有什么特别本质性、原则性的问题，只是提个醒。我觉得如果你们2个人再有任何需要一方去做退让、牺牲、让步的时候，可以男生做一次改变。因为其实对于一个主播来讲，把号消了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牺牲。我保卫这段爱情，并且祝福这段爱情可以终成正果。男孩，你们在一起8年了，你喜欢这个女孩身上什么，可以让你跟她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性格吧，就首先她就是非常善良，就她内在其实是非常好的，很外向，然后很单纯、很活泼那种，就是很有感染力。这正是我比较缺失的一些东西。你喜欢这个男孩身上什么呢？我觉得他比较细心吧，还有就是可以包容我。多契合的一对儿啊！性格也合，互相还互补。那我保卫你们的爱情，祝福你们，也希望你们在接下来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我觉得还是保卫的。好，之所以说保卫，是2个人都是一个非常一致的人。男生也觉得自己不喜欢他的工作，也会表达，也不会说因为某些东西做出一些妥协。女生也是如此。你看他注销一个账号，当他深思熟虑了以后，他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一段好的感情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去保卫，但是还是有一些需要去处理的一些点。
首先，一个工作忽然之间失去，本身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生活大事件，因为你将改变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你们需要一起去处理。是否那个男生可以给到一些支持？包括这种支持，一方面是物质上的，比如说你告诉他没收入也没关系，我这段时间我可以用我的收入来提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支持你去寻找一些你喜欢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妥协变成是为你的牺牲，因为所有的做的决定都是为我们自己。他们虽然认识8年，其实真正的相熟也就1年，因为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这1年嘛。前面7年都是生理性喜爱，你们现在价值观不统一，然后你们现在亲密关系的维护不统一，然后你们之间的边界感不统一，你们的时差不统一，但是你们还有生理性喜爱。因为很多人到最后只剩下左手右手的亲密关系，我觉得从这点上，我觉得他可以跨越山海。我愿意为这种8年的生理性喜爱支持。我的观点暂时保卫，但往长远看，我不保卫。女孩骨子里是喜欢展示自己的，女孩骨子里面是喜欢走在镜头前的。我不保卫的原因就是，姑娘就是在做牺牲。你会因为这个男人重新同意跟你在一起，你的那个快乐会在短暂的时间之内爆发。我觉得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可是当你真的开始去找工作，面对这些社会上的压力，你无所适从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我的牺牲值得吗？因为在关系当中最具破坏性的3个字就叫做牺牲感。我们带着是为了对方而改变自己而做出的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在这个感情当中就是不平等的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大的拼图，爱情婚姻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环，还有朋友家人工作等等。当你把其中一个板块彻底拿掉，而把另外一个板块放大的时候，你的人生是缺失的。如果你考虑清楚这件事情，那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个事情你没有想明白的话，你的缺失让你的爱情婚姻放大了，这个男人又没有给你得到你想要的期待值的时候，你的失落感是非常非常大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他的意见是什么样的。来，有请艾小宝。好的，珊娜老师，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双方各占50%。男方因习惯性逃避、处理冲突不当，背着女友相亲，严重透支信任；女方因职业特性与粉丝边界模糊，忽视男方情感需求，让2人渐行渐远。2人虽曾约定改变现状，却因无法执行，感情浓度持续走低，加剧了关系裂痕。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阐述，好的爱情靠的从来不是一次约定，而是持续的坦诚同步，双向支撑。建议男方停止逃避，正视感情，看见女方的付出；女方放下独自硬扛的执念，主动与伴侣同步改变的进度与难处，双方共同调整生活节奏，在磨合中重建亲密与信任。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我们2位走上爱情传送带。我们准备了一些2位过往的甜蜜照片，你们想要看吗？想看。好，我们一起来看你们的过往甜蜜。好看哎，可爱，好看，还有好养眼啊！好看哎，哎呦，这俩人真好看呢。好，时间交给你们。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我们在一起8年了，我真的很舍不得我们之间的感情，而且我也为此做出了一些改变。我愿意跟你在一起踏踏实实的生活。其实我也非常感动，你刚才跟我说你已经把账号注销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放不下这8年的情感吧，而且我对你的喜欢是真的非常重。
我也想改变一些自己的想法，尽量不那么去控制你，多给你一些空间。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就别往后退了呗。你俩但凡多往前跑2步，不就跑中间去了吗？来呀来呀，对呀行，来吧来吧，抑制不住就抑制不住了。啊，来吧，掌声送给你们。小哥，占有欲啊，它是个黑洞，别人的多少付出、多少爱都没办法填满它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需要你们2个人一起去处理。人是很难被改变的，除非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未来更好。谢谢。爱跨越了山海啊！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来到爱情保卫战。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拜拜。拜拜了。主要我可惜他那个号牺牲有点太大了。我觉得给屏幕前的男女吧都说一句，我觉得我们做的牺牲不是为了换来对方的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你做的牺牲没有换来他的任何改变，转身离开就可以了。价值观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如果那个女生觉得这个爱情对她来说是值得我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号就没有那么的可惜了，对吧？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只要抱着这样的想法，爱情就是最美好的样子。好，我们整理一下情绪，要迎接我们下一组求助嘉宾了。他们在情感生活当中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是他越来越强的控制欲，他删我的微信好友，删我的工作，我感觉我都没有人权了，在这段关系里，都是他没完没了的任性和无边境的试探，才让我对他100%的信任，现在连觉都睡不安稳。我对他的控制都是他逼的。我就想问他一句话。能不能尊重我，尊重我的工作，别再干涉我的工作和生活了。要是能，我们就好好过；要是不能，那就好聚好散吧。我就想他收起他的任性对异性的边界感有所收敛。哎呀，要是他能改，我们还能继续下去；要不能改，我也不想挽留了。这2人啊，明明都深爱着彼此，但是却非得互相折磨，这到底发生了啥事儿呢？我们一起来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张先生，31岁，健身教练；马女士，30岁，模特。2位好，先来说一下你们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我的诉求特别简单，我就是希望他别再干涉我的工作，别再干涉我的交友。我感觉我们俩现在的恋爱关系特别不正常，他限制我太多东西了，让我整个人都不舒服。男生，你的诉求呢？我就是想让他别没完没了的一直试探我，对异性呢也有点边界感。咱先聊点开心的事儿吧。你俩当年怎么走到一起的呀？其实是当年工作原因需要健身塑形，刚好他在那个健身房有活动，我就办了私教卡。他当时也是很贴心的照顾我，然后指导动作，就聊得很开心，然后就私下约饭。那段时间其实真的挺高兴的。暧昧期间的时候，我也知道他腰疼，然后去给他买那种腰背按摩仪，带他去做针灸，然后给他开中药。当时我们俩其实挺好的，他对我也算是百依百顺，特别宠我。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人能变得这么快。之前是对他挺好，
但是他做的事情有点变本加厉的，让我现在有点确实不能接受。所以你觉得他所谓的你现在能这样，是他把你逼成这样了，是吗？对，我现在在健身房工作吧，不是男学员就是女学员，这都很正常呀。不能因为她是女学员，我跟她在一起了，我就可能跟其他女学员发生关系吧。他就偷摸的去找领导，把我的女学员全都取消了。就不让我教女学员。不是，因为咱俩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教我呀。那我现在看到你手把手教那些女学员，那我心里能舒服吗？他就是觉得没安全感。那我肯定没有安全感。你每天手把手教那么多女学员，那我带你回家见父母，这足够给你信任、给你安全感了吧？但你怎么做的？你在我父母面前怎么表现的？那你第一次带我去你父母家，那你对我好一点，不是应该正常吗？饭桌上有一道虾，我就说那你剥给我吃可以吗？其实本来在家他也是给我剥虾的呀，他当时就推三阻四，就表示特别不情愿。我就想为什么呀？而且刚到他们家，他就把我自己放在客厅去跟他父母聊天，那我都不认识他的那些亲戚朋友，我自己坐在那儿特别尴尬。你在家怎么样都行，我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扫卫生，我啥事都做得面面俱到，你就不能到我家给我一次面子？我爸妈在那看着，我就因为不给你剥个虾，你在那甩脸子，你对我父母的第一印象就这样，咱们以后还有以后吗？那为什么你能给你家里人端茶倒水，就不能给我剥一次虾夹一个菜呢？我说了，在家都可以，在父母面前不行，这是我的底线，我的原则。那你就没把我当你家里人？在私下的时候，他确实是会为你做这些事儿的吗？对。在他的家人面前，他不做，对吗？对。你觉得他不做的原因是没把你当家人？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把我当家里人啊！呀呦，天呐，妹子，你有点情商啊，在他爸妈面前啊。可是我也没有说甩着脸子让他给我剥，我就是说，那你给我剥一只，那你给我夹一个菜，能怎么样呢？人家网上都说，就是如果第一次去，然后一定要更喜欢女朋友，然后将来嫁到婆家，婆婆才不会欺负呀。你嫁的是网上的男人吗？你是跟网上的男人结婚吗？那我第一次见面，那我也不知道呀。但我当时见面，我也准备的挺好的，我带了挺多礼物。听说他妈妈特别喜欢鲜花，然后我专门从网上定制的那种桶的特别大的那种花。这事儿过了一阵儿，我们本来就是想着和好一下，去约会，去当时秋天嘛，正好红叶开了，我们就想着去香山，爬个山放松一下。结果他又搞出幺蛾子，又出一档子事儿，就给我整得挺烦的。咋的了？本来我俩约好的出去爬个山，他非得叫一个朋友来，还叫男的来。啊，我没有非要叫好吗？而且不是只有男生，人家还有女生呢。那本来说好咱俩去，你叫他们干嘛？那我当时问你说，那一起去，你为什么不拒绝呢？你老是搞这马后炮。那去就去了，非得穿着10公分的高跟鞋去爬山。哇哦！就必须拍照出片，那脚都磨得泡沫流血了，还崴脚了。以前你都会给我准备平底鞋和拖鞋，我之前拍摄的时候，而且这一次我也跟人家说，我说你都不知道我男朋友多照顾我，我就想让他们看一下你到底对我有多好。结果他从上山开始就一直拉着脸。那天我是拿着了，我放后备箱了，我就是故意没拿出来。而且你有时候开玩笑的话也太过了，你自己崴脚了。然后问我能不能背你，我就犹豫了几秒，我没回答你呢，你就直接说我不背，有的人是背你啊，咋着还让你那个男朋友当着我的面去背你呗？人家也没有这个意思好吗？你就曲解人家，当时多尴尬，4个人僵在那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然后我就开玩笑的说一句，我说你真的不背我，我可让他背我了。然后他扭脸就走了。那男的是谁呀？他和那个一对儿是有那种暧昧关系哦，对。那你这么说更不合适了。你让你那个女性朋友怎么想啊？我天哪，你一下得罪俩人啊！这种异性方面吧，出过一次这种事儿之后，我就自己说服自己吧。后来呢，他就跟同事去喝酒，喝到半夜凌晨3点，然后一直让我等他。结果呢，他跟他前任出来，还让我送他前任回家，根本就不是这样吧？那哪样？是那天拍摄，本来拉好了工作群，然后我发现前任在里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群里有我前任，我说但是现在也没有定下来具体的拍摄人选，
如果你觉得不 OK，我就不去这个拍摄了。然后他说没关系，你们这个圈子本来也不大，遇见很正常，那你就保持距离，不要有太多的社交就行了。然后我们拍完以后已经是晚上8、9点了，摄影师就说大家今天很辛苦，我请你们小酌一杯。我们就去三里屯找了一个酒吧，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去喝酒，你要不要过来？其实我是想让他过来的，他说啊我不去了，你们喝吧。然后到1点的时候，我就说你过来接我吧。他到了以后，我说那你进来呀，他不进来。我想着对你信任，我不去，去了之后怕你难堪，怕你们都不高兴。你不进去才让我难堪呢。我反正不是太会表达那种爱的方式。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说那你送他们回去吧，然后咱俩再回家。他当时什么都没说，他说了一句好。我说好在哪里？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说不方便，你应该就把我拽过来说我要跟我女朋友回家，你们先走吧。他是真的把你的前任也送回家了。你送的时候，在这一路上，他的前任坐在后面，你这心里是那肯定膈应啊。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拒绝？我怕拒绝他又生气又吵架我就怎么做就不依他心。女朋友太难猜了。是的，他想展现出来大度。对呀，我本来就是出于信任，我才不进去的，不进去又错了，送他们又成错了，我真不知道是该怎么做了。而且他出去拍摄吧，接触的异性又多，摄影师啊，有时候客户啊，沟通往来之类的又比较亲密，我就有点吃醋。就觉得没安全感，想把他留在我身边，这样。你的让我留在你身边，然后就是半夜把我的品牌方、把我的摄影师都删掉，因为我有半个月我都接不到活动。我说为什么我这1个月这么少的活？然后人家陆陆续续来加我说怎么突然把我删了？你删他这些客户啊什么的是什么用意啊？就是不想让他接这个工作吧。当时我看你想让他把工作辞了呀？对，我看到这些客户发消息之后，我就替他回复了之后，然后我把消息给删了。不是，我都觉得你特别可笑。如果你觉得那个什么，你可以拒绝这个工作替我。他是替我答应完工作之后，然后把工作群和所有的聊天记录全删掉，然后人家品牌方第2天9点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有到片场？化妆师等了你半天。我说什么情况？是有拍摄计划，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计划。这种方法太狠了吧？然后他跟我说的是，他说我就是不想让你在这个圈里好混下去。我说你不能用你的占有欲来毁我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和所有的资源是我这些年一点一点自己打拼出来的。就很多关系，就你可能你真的得罪了1、2次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跟人家合作的机会了。我可以养你啊，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个？你老说你养我，你养我，你这点钱你怎么养我？我正常1个月2万多块钱，你现在这1个月就挣7、8千块钱，你开去每个月的房租，咱俩还能干啥？我之前挣的不挺多的吗？我能接女学员的时候，是不是挣的也可以啊？互砸饭碗。对。那现在是个啥情况呢？就现在你还干这个工作吗？我今年3月份本来接了一个云南的旅拍，这个店是我一直想拍的，是一个很大的婚纱店。然后终于选上我之后，然后我也跟他说好了，我说我要去3天到5天，而且薪酬给的很高，我已经跟他商量完了。然后我说我会每天给你报备，然后我们俩都答应的很好了。结果第2天我的行李箱被他藏起来，然后我的手机、身份证都被他锁起来了。跟他们待这么久，我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安全感呀。你能不能替我着想一下？是你的事业重要还是跟我重要？让我去，又一次违约。你可以跟我说你不接受我去这件事儿，那我可以跟人家好好商量。我说或者下一次有机会，你同意了，人家给我订完机票、酒店以后，然后所有的拍摄行程都定好了，然后我去不成。他把我的手机锁在就是那种防沉迷的盒子里，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可以打开的，但他在上班之前输错了3次密码，那个很难。他把密码输错以后，那个盒子只能24小时以后自动开。我就是想让他留在我身边，不让他去，他永远就不听我的，所以我才会这样的。所以就是这样相互折磨的2个人，他们的这段爱情到底还保卫吗？各位老师们，难题交给大家了。我一开始这男孩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是男生过得更痛苦一些，因为他女孩的这些之前的那些行为啊，删女学员，
然后包括去家里要驳面子，让爸妈看到男生给他扒虾。我开始觉得说，哎，这男生其实挺可怜的。后来一想，能用这种方式去毁对方的工作关系，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说我要闹脾气，这个其实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有点脑子才能干得出来的事儿。我没法保卫。我不保卫，并且听我一句劝，你俩呀，谁也别谈恋爱了。你就是多招点女学员，多挣钱；你呢，多谈点客户，多挣钱。啥时候自己钱多到说我可以放弃这份工作不干了，那时候你俩再各自谈恋爱，想咋谈就咋谈。现在咋谈他都不对。我觉得还是保卫一下吧。他们两个人就争夺一个权利。我们从关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叫创伤性链接。所谓创伤性链接呢，就是我们把对方看成是一个来拯救我的人，比如说提供给我安全感，提供给我一些满足，提供给我一些自信。但是这种链接的后面是什么呢？就是互相伤害。所以我说的保卫的原因是，如果有可能，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个伴侣辅导，慢慢的去真正的了解自己和了解你们这段关系的走向，然后你们再做决定。因为你们现在都是上头的，这段关系虽然看起来很沉重，但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去互相了解彼此。我其实希望他们保卫一下，他们现在本质是什么？没有爱的能力，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去爱，没有人教他们如何适应这样的一个工作与生活。因为你到现在，你还是希望他像当年对待你的1对1服务一样，那是在购买。男朋友不是这样的，女朋友也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确定了一项关系，我们就天然拥有了所有的功能和细节。所以你以为的他对你的那些好，那些细节，他在前面的服务业当中的所有的专业培训当中，别人教给他了。但是如何伺候你这么作的女朋友，他没有技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中，我觉得他们俩是没有人进行爱的能力的培育。好，我来说我的观点啊。我不保卫的原因是你们之间没有爱，你们只是在健身房当中荷尔蒙的分泌而已。因为1对1的私教课嘛，你也知道啊，你为什么会害怕其他的女学员呢？她们可能都没有你漂亮，没有你身材好，但是就这样也害怕。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空间之下，男性展现出来的这种的力量和女性展现出来这种吸引力，它就是会相互有来电的感觉。所以没有那么爱，不如大家和平说个再见。那我们5位老师的意见已经是这样了啊。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客观又理性的艾小宝了，来听听他是怎么看待这段情感的。有请艾小宝。好的，莎娜老师，从2位的表述中，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问题占比清晰，女方问题占比 58%， 男方问题占比 42%。核心矛盾是女方用试探求偏爱，男方用控制守安稳的双向安全感错位。女方以作闹无边界行为求证偏爱，男方不善表达，被反复试探后安全感崩塌，转为极端控制，干涉工作，私藏证件，删除好友，两人都以爱为名互相伤害。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强调，爱不是试探索取，也不是捆绑掌控，而是理解与尊重，双向奔赴。建议女方停止极端试探，建立内在安全感，男方立即放弃控制，尊重女方事业与边界，共同用坦诚沟通重建信任。若仍无改变，及时止损。好，谢谢艾小宝。那接下来就到了你们2个人的抉择时间了。首先请2位先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在传送带开启之前，是否要看一下你们2个人过往的甜蜜瞬间？算了。女生你要看吗？不看了。那接下来传送带会开启，60秒钟的时间，你们想想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美好发生怎能
好，时间到，你们身后的门已经打开了，请你们先回到门后。如果选择就此放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离开；如果选择再给彼此一次机会的话，可以再重新回到舞台上。刚才那60秒钟啊，震耳欲聋的沉默。但是女方好像还在看男方，她可能在期待他说些什么，但是那个沉默，我们这么多期的爱情传送带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冷漠和沉默，这扇门背后到底还有人在吗？我觉得没人。我们看一看答案是什么。来，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这扇门背后到底还有人在吗？我觉得没人。我们看一看答案是什么。来，3、2、1，请开门。而且我觉得可能俩都没人。累了，没有人主动了。没有，我觉得他们2个人是有一种继续在战斗，谁站在门后或者谁先开口，谁就输了。对，我得跟你杠到底。就是他俩是这个心态，他俩不是说什么。对，女孩是觉得我凭什么？男孩觉得我凭什么？我看你什么时候张嘴。但是既然2个人都选择就在这个时候说再见，放开彼此的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深深的祝福他们。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方式很简单，您只要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账号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